iOS 15系统除了几个我们熟知的标志性更新以外，不乏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但却很实用或者很有趣的新功能。我是小天，欢迎回来。iOS 15已经发布一段日子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升级自己手中的 iPhone 呢？我是第一时间就升级了，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使用，在这里列出了5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实用的新功能，看看你知不知道它们吧。第一项，空间化立体声。苹果在 iOS 15中加入了一项名为空间化立体声的音频功能，这项功能可以利用任何的立体声混音，从中创建一个虚拟的空间音频环境。空间化立体声和苹果提供的另一项空间音频不同，空间音频使用的是杜比全景声，通过在你周围移动声音来创建一个3维体验，而空间化立体声只是模拟了一个虚拟环境，让其中的声音好像是从不同方向传来的。它呢不利用杜比全景声，但另一方面它的好处就是基本上适用于任何你听到的声音内容。连接你的耳机，在你的设备上播放一些非杜比音频，然后调出控制中心，长按音量滑块，并点击空间化立体声，就能够体验这项功能了。实际体验确实在开启后能够听到一个 3D 的声音效果。如果声音源保持不动，人向左移动的话，就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声音像是从右边传过来的。说实话，我一开始自己对这种效果是感觉有点奇怪的，因为就觉得，家里是不是进贼了？怎么那边会有声音传过来呢？不过对于喜欢 3D 音效的小伙伴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功能。而我自己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效果，不会再有家里进贼的感觉了。第二项，在翻译应用中增加了自动翻译功能。在 iOS 15中，苹果增加了一项自动翻译功能。自动翻译这个功能在对话模式下那可就牛逼了，因为它将让你有能力和讲另外一种语言的人来回自如地进行聊天。要启用自动翻译，就只需要很简单的在翻译应用中点击对话这个按钮，然后点击3个点的图标，然后选择自动翻译。iPhone 可以同时听懂2种我们选择的语言，并且进行翻译。你说一句话， iPhone 就能把那句话马上翻译出来。如果有需要，还可以让 iPhone 直接把翻译好的话给念出来。那对方在看到或者听到翻译的内容之后，也可以直接使用自己讲的语言进行回答就好了，因为 iPhone 又能够把对方讲的语言给翻译成你所使用的语言。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 What did you have for breakfast? 你早餐吃了什么？我早上吃了豆浆和油条。I ate soy milk and deep-fried dough sticks in the morning.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那听起来不错。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和翻译的速度都非常快，有了这项功能，那以后出国旅游或者是开国际会议就轻松多了呀。第三项，使用背景音。大家肯定都知道背景白噪音，那很多人在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都喜欢为自己开一个背景白噪音，来帮助自己专心，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减少分心。iOS 的这个背景音的设计其实是提供了相同的作用，只不过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大家就再也不需要去网上搜索这些白噪音了，因为有时候人在外面可能并没有网络提供给你搜索的机会，也有时候你自己就不想受到网络的干扰。反正我能想象我自己如果我去网络上搜索一个白噪音，估计搜着搜着就去看视频或者玩游戏去了，没个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我应该是回不来学习或者工作的。所以我觉得苹果为 iPhone 用户直接内置了这个功能还是挺贴心的，至少对于我这种自律能力不是很强的人来说，真的是很有帮助。这次 iOS 15提供的背景音有平衡噪声、亮噪声和暗噪声，以及海洋、下雨和溪流的自然声音。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开放或者提供下载更多的不同噪音的选项。所有的背景音除了能够单纯的设置为背景音播放之外，也可以把这些声音混合到其他的音频当中。比如在放歌的时候加上海洋的背景音，闭上眼睛就能够让你有一种仿佛在海边听歌的声音，还是很不错，就当在云旅游了。使用也很简单，打开设置，选择辅助功能，音频、视觉、背景音，点开关打开背景音，然后点声音，选择一种你想使用的背景音就可以了。第4项，备忘录。备忘录其实更新了2项新功能，但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放成一条来讲。2项新功能分别是在备忘录中增加标签和别人。其实这2个功能，如果你使用微博这类社交媒体的话，我相信你应该立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上手起来肯定也特别快。使用标签可以在写备忘录的时候用一个词组或者短语来标记它，以此来达到快速分类或者查找
找的目的。你可以使用自己任何想用的词来做这个标签，只要符合你自己的使用习惯，比如工作、学习、烹饪、植物等等等等。一旦你创建了个标签，它就会被自动添加到备忘录应用中的概览。你可以点击其中的任何一个标签，查看和这个标签相关的所有备忘录。类似的，在共享的备忘录或者文件夹当中，如果使用加上共享人的名字，那被的人就能够收到那条备忘录的通知。这和其他应用程序，比如微信和微博当中的提及别人类似。我觉得这2个小更新一下子就让备忘录的功能完善了很多。标签功能当然是在给寻找内容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便利，而人这个功能，我想象了一下，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应该就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想象一下，你在超市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拎着，这个时候女朋友打电话过来跟你说，哎呀，我想买个什么零食，直接打电话给你呢，可能你手上都是东西，也不方便接，就算接了，可能脑子也一下子来不及记下女朋友要吃的是什么。这时候女朋友就可以直接把她想买的零食添加到你们共享的备忘录购物清单当中，然后你，最多就是打个电话告诉你啊，我在备忘录里面加了个什么什么零食，你记得买，省时省力。听起来有没有特别甜蜜？不过前提你得有个女朋友。第5项也是今天我分享的最后一项功能，就是定位你已经关闭的 iPhone。在 iOS 15中，苹果添加了追踪丢失的 iPhone 这项功能，即使那个 iPhone 已经关闭。这项功能的实现依靠的是 iPhone 当中的超宽屏芯片。这个芯片还是比较新的，所以此项功能也仅适用于 iPhone 11及往后的机型，不包括 iPhone SE 2。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挺贴心的，因为大家如果手机不小心掉了或者被偷了之后，手机的电很容易就耗光了，或者就直接被小偷关机了。而现在即使手机是关机或者没电了，还是依然可以使用寻找手机这项功能，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在设置中点击自己苹果 ID 的那个横幅，然后选择查找，确保查找我的 iPhone和查找网络是打开的，这样就能在查找我的应用中找到即使是已经没电或者关机了的 iPhone。今天和大家分享了5条 iOS 15当中的小升级、小更新，那希望其中有些是你有机会可以用上的功能。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点意思的话，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收看更多有趣实用的视频。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